OK，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 Winsper 为大家带来的游戏实况。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玩一款大名鼎鼎的《Slay the Spire 2》啊，《杀戮尖塔2》这款游戏。那么这款游戏呢，已经出了大概2个礼拜了吧。之前我没有录视频，主要是因为我一直在熟悉这款游戏。大家也是可以从这个时间线看到，我也是解锁了一部分成就了啊。当然，肯定还是有一些部分没有解锁的，毕竟也没有玩太长的时间。然后呢，这段时间呢，我主要是在跟朋友们一起玩多人游戏啊。大家也是可以看到，我的多人里面呢，其实已经打到目前这个版本能打到的最高进阶难度了，进阶10啊。所以相对的，我的单人其实是没有怎么打的，除了猎人啊，因为猎人这个角色，我个人在1代就非常的喜欢，所以2代呢，我也其实是主要玩的他的。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可以玩一下2代新出的角色啊。听说亡灵契约师，我自己玩的那一把其实算是比较虚的，但是有人说它很好无限，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一把亡灵契约师吧。那么第一层一进来呢，我们就可以在聂奥这块获得一个强化。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变换牌这么一个选项的，因为如果开局能变化一个非常厉害的牌，其实就已经通关了啊。那么这次变得不是很理想。那么这个游戏呢，其实就跟1代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还是我们规划路线去爬塔。那么由于我前一阵子跟朋友包括自己玩，进阶难度越高，精英越难打，所以我现在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1层的时候主要避着一下精英，我比较喜欢走火多的地方，甚至是问号多的地方。那么看了一下，其实这条路线算是火也多，精英也就一个。OK，那我们就按照我规划的这条路线开始吧。第一关这个蝌蚪其实非常的好打啊。哦，我们这个角色呢，它有一个新的机制，就是它有一个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叫奥提斯。这个奥提斯呢，在我们每回合开始的时候会召唤1，就相当于给他加一点血，他如果死了就召唤出来，没死就加一点血。然后当我们防御，比如说这个防御加5点格挡，当我们只打了这一张牌的时候，他打我们7，那剩下多出来的2点会打到奥提斯身上，那么奥提斯还扛不住的血就会打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在我看来，这个角色其实是不太容易死的啊。那么我们第一回合就护卫一下，防御一下，攻击一下，就结束就好了。这个角色会打我们9点血，但是他身上有荆棘，当我们打他的时候，我们会被反弹伤害。所以我个人倾向还是每次先把另一条先杀掉。感觉伤害是不太够的，但防御是一定要打的，那就防御一下，攻击一下。OK，这一回合他们都会攻击，那我们就扛着这个荆棘把他杀掉好了，然后再防御上。OK，召唤是一定要打的，出击打击。OK，是不是错斩？哦，没有错斩，刚才召唤也能让那个出击多打5点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么打赢一个小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获取一张牌的奖励。其实这几张牌我个人来说都不是太喜欢，但是前期最好还是拿一些过渡牌。我比较喜欢灵魂流牌，那我就拿一张普朵吧。OK，第二关。那么前面的这些小怪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但该防还是要防。毕竟我们这个角色他的血量上限其实是很少的。打11，那我们就防御。这个时候我们能扛9，还是会掉2点血。那我们粉种爆射。
OK，算一下能不能杀掉啊？10+6+6，哦，刚好，非常完美。其实这个角色它有一个新的机制，叫做灾厄。其实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削弱化的毒。但是这张牌它有一张过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拿过牌的，那我们就拿上吧。然后玩这款游戏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删牌大于天啊，所以我每次进商店，我其实都会选择删一张基础牌。OK，那么没有什么护卫什么的牌，那就防御防御出击。后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其实是会养一个非常大的奥提斯啊，到时候出击就会变成我们比较主力的一张输出牌。打8点血，那我们就护卫、防御、剥夺。OK，最好就是维持这种奥提斯虽然会挨打，但是他不会死的那种状态啊。灵魂抽2张牌，那我就剥夺，再 OK，过牌总归是没错的啊。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灾厄是怎么打死人的啊。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直接打他已经死了，但是我防御鞭打一下。这个灾厄为什么说它是削弱版的毒呢？是因为如果这是13层毒，一结束他就已经死了。但是灾厄的话，我们就得扛他一刀，然后他才会死啊。所以我个人非常讨厌灾厄这个流派。这几张牌感觉没有什么好的牌，那么我们就不拿了。对这款游戏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不是说每一次的奖励你都要拿，因为你的牌组太大，你就抽到你关键牌的概率就会越小啊。贪婪不能被打出，且永恒，永恒就代表它不能被删掉，那还是算了吧。OK，我们来到第一个篝火啊，篝火处我们可以回血，也可以敲牌啊，就是强化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粉种爆射这张牌的，因为它敲了之后可以去掉消耗。但是目前来说，我更想要过牌多一点。OK，这个角色他会打我14点血，但是我目前只有一张防御，所以我决定用一张钥匙啊，不用白不用吧。然后我们剥夺出击。OK，其实这一层的这个 BOSS，在我看来是非常难打的，他会每隔一段时间给我们上 debuff，不过之后再说。那我们这个召唤，好像不管怎么样，打2张这个他就不会死了。我刚才还想粉种爆射再召唤呢，但是感觉那样不太好。OK，8点血其实一张防御就够了，那我们鞭打一下，出击，再打4点血他其实就死了。那我们可以稍微用一个药水，打完之后呢，他打我们这一刀他就会死，然后死之后他会分成2个怪，一定要先打后面这个怪，因为他跑了以后，我们的钱就没了。所以我个人愿意这么打，哎，非常完美。然后我们直接砍一刀吧，不做什么花里胡哨的了。OK，结束战斗。啊，鬼火这张牌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感觉目前2代玩了30来个小时的时候，我发现费用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缺的。1代的时候呢，你每次打完 BOSS，它很多遗物是可以增加你的费用上限的，但是这一代并不是。哦，挖掘这个东西我以前也遇见过几次，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营地挖过，那就挖一挖吧。没有一张手牌，获得1点格挡，也算是一个保护手段了。啊，这个 BOSS 它有一个特殊的新的机制，叫硬化外壳。
他每回合只能打20，也就是说，你哪怕每回合伤害打满，对吧？你也必须得4回合，至少4回合才能把他杀死。那么我们，哎呦，第1回合1张防都没摸到啊。那么我们就护卫剥夺，鬼火打了吧，毕竟也不知道之后还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那么16点血，我们可以新抽1张牌，都不好啊。那我们就还是打2张防御吧，因为我们有这个斗篷扣，所以我们掉的血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剥夺过牌，那我们还是过牌再打1张剥夺吧，多放几张过牌，比只出1张打击肯定要好很多。29、18，那我们还是防3下吧，毕竟他有1个盾，我们这6滴血打出去也是没有什么用了。这个能不能考虑杀掉啊？这是32，再打他一下，出击一下。哦，这个时候他的血已经比灾厄低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护卫可以交，灵魂交上，把牌抽出来，让我们的斗篷扣多给点格挡，应该是不掉血的吧 ？OK， 非常完美。哇，那这个精英也算是比较好打了啊！这张牌就是我们的核心牌，有了这张牌，其实后面再拿一个可以给他加重放的重构还是重放的1张牌，我们就非常的糊了。那么这一关他会打14，那我们就防御挽歌。只要有了挽歌这张牌啊，我们的这个手，它的大小其实就不可想象了。OK， 这个时候他们会打14，还是14，那我们先抽牌，反正现在我们有斗篷扣，抽出来牌也是不亏的。那么我们边打，先打血少的吧。边打他之后呢，他还差4加5是9点血，那我们出击一手，再抽2张牌。这个时候我们有7张牌，7加5是12，12不够，那我们打1张护卫吧。OK， 应该是能防住的。OK， 然后他死了之后呢，他们相当于这个饥饿就会吃掉他的尸体，然后他们就会晕掉。所以这个小怪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好打的，只要打死1个，剩下的就不足为惧了。你可以看到他已经2回合没有进行攻击了。那我们边打在前期也是一张非常好用的牌啊。OK， 接下来就结束战斗了。这几张牌，其实消耗手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因为后续我们可能有一些牌删也删不掉，那只能通过消耗让它在战斗中消失，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无限的目的。但是目前来说感觉不太需要，我们拿一张这个吧。虚弱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一个 buff 啊。刚才其实伏笔了，这个石化蟾蜍它会每回合给我们一个药水，就是这个打15。但是刚才我们把这回是个忘记了，那么我们这回合打吧，边打后面的好了，如果能直接把它杀掉那就很好。OK， 鬼火剥夺护卫防御 OK， 打到目前也是非常简单的，当然这是因为我们的进阶难度其实也不高。这个时候虚弱就有用了。OK， 我们直接出击，打不死，那我们14，我们防御一手吧。这个时候挽歌其实也没有必要交了。OK， 我们新抽牌，这个违逆的这个虚无效果就是，他如果在手牌中我们不打，他就会被消耗掉。不过问题不大，新边打出击，但是他好像这样会把他召唤出来，但是我们也其实打不死他，能，
吃个药吧，反正难度比较低。这几支药其实影响也不大。其实前期如果没有合适的输出牌的话，重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就先拿一张吧。OK，那我们这个怪物其实比较恶心，它比较克制我们这种角色，因为我们的技能牌比较多。大家可以看到，一般防御呀，对，像这种给予什么或者抽牌啊，都是技能牌，它会让我们只能打一张牌。那么我们还是先过牌，过完牌以后呢，我们可以出击，出击完了重压就能领费打。然后我们8滴血防一手吧。OK，就是这个 buff，它会让我们只能打一张技能牌，不过问题不大。我们弃牌堆有什么牌啊？我们要不早点把它杀掉，给他个鞭打，然后再给他扔一个石头药水，反正这个石头药水是无限的嘛。然后他32，哎呦，差一点，没关系。他召唤的这个气态炸弹啊，就是打一轮他就死了，但是他的伤害其实是不低的。那我们防御，哎呦，只能防一下，忘记这回事了。这就是我说的他比较恶心的点。那我们直接打他吧，受一点伤受一点吧，也不可能一点伤都不受。OK，这张牌其实应该算是虚无的核心输出牌，但是我们这把不打虚无，就跳过吧。我们是敲牌还是？感觉遗物目前也不一定能挖到很有用的。我们敲一张挽歌，这个挽歌还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怪呢，我个人的倾向是先发育2轮，因为它会睡3轮。比如说我们这2轮可以把这个给它上一上，把挽歌给它打一打，把手养一养，然后下一回合它就会自动自己醒过来。那么我们其实这一轮就已经可以开始攻击了啊。没有出击，那我们就再小养一下，非常完美啊。但是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用这张牌了，这张牌直接用了吧，这样就能直接攻击它了。OK，这个怪它厉害不厉害在它的攻击力高，它厉害在它每隔一会儿就会给我们加一个 debuff， 一会儿相信大家也能看到，这把感觉输出不是很高，应该会跟他打很久，又或者被他直接打死。出击打了吧，然后把这个打出来，多拿点甲。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啊，他的伤害其实没有太高，并且他只要开始加盾，他的伤害会低一点，然后他下一回合就要开始给我加 debuff 了。那么这一轮呢，感觉打他主要还是得靠这个灾厄，因为我们的输出是真的没有太高。那么这一轮其实我们可以不考虑防，因为他打不死我们这只手，我们这轮多输出一点，争取下回合多打他一点血之后，让他直接被灾厄爆死。OK，我们继续出击重压，够了吗？不够，差一点，不过没关系。哎呦，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扔一瓶药它就够了。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是进阶1啊，只要把 BOSS 打死，下一关我们的血会回满，所以就让他打一下吧。OK 啊，这3张牌其实吊杀是一张非常厉害的牌，但是大家看他的名字其实也能看出来，相当于只要打一次，他的伤害就会翻倍，10、20、40、80，
只要我们其实如果能多拿几张，这张吊杀就非常的厉害。助能自动打出，哦，助能配合我们的挽歌，绝配。他开局虽然会打出挽歌，但他不会把我们的3费全部消耗掉，相当于我们每回合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奥提斯呢，他就可以直接3、4、12，13滴血，然后我们还能多3张这个灵魂枷。既然我们有铲子，那我们可以考虑篝火多去一点。那么左边能去4个篝火，右边也可以去4个篝火。但是如果走那边4个篝火的话，我们就需要打3个精灵。那我决定我们还是走这边吧。这个怪也非常恶心啊，在这一代游戏它多了很多这种，就是你打伤害是有固定限制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一瓶药水扔出去，只能打他9啊。这其实就是演示一下，不过问题不大。对于这种怪，我个人认为灾厄算是比较克制他们的，因为灾厄是他的血只要少他就直接死，而不是说打他的伤害，所以灾厄这张牌能用还是先用一下比较好。那么吊杀能打10，但是他们只打9，打9差2点，差2点。我们如果打一下他，抽一下牌，我们就可以获得10点格挡斗篷扣，那我们就够了。奥提斯也不用挨打 ，OK， 也是非常轻松啊。这把的牌感觉比较顺了。之前我自己打过几把单人的这个角色，其实都不是很厉害。唤起可以给下回合费多一点，拿一张吧。这张牌其实我没有怎么拿过，但是毕竟录视频嘛，还是拿一张。OK， 行过牌，过完牌以后唤起防一下。下回合如果来，哎呦，我的问题。我还想着如果来挽歌可以打，结果挽歌已经进弃牌堆了。那么没关系啊，再抽3张，还可以继续抽。那我们这回合把鬼火用了吧，感觉应该是能打完的。这回合我们吊杀，然后粉种包手把吊杀拿回来，就会打他20。然后如果我们还能过到吊杀，他应该就差不多要死了。也不是说有费一定要交挽歌啊，能早点打死他也是挺好的，对吧？其实有些牌就是前期过渡的牌，到后面其实就没有什么用了。打1给2层异伤，其实感觉蛮厉害，但是我们现在的输出手段已经足够了啊，不需要了，就这样吧。哎呦，又忘了，又伏笔了，那我开局就扔。这一把牌摸的不好，防一下吧，保一下奥提斯，没有必要让他掉太多的血啊。OK， 边打鬼火，那唤起我们直接打吧，反正这个他也不攻击，我们直接吊杀，出击。多的灵魂就先不打了，没有必要，也没有费了。如果我们打这个的话，4、5、20，相当于加了20血。那我们唤起加挽歌 ，OK。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像有的这种牌，其实我们目前也是不会打了。它这个时候如果消耗掉，就会非常的好。我们继续灵魂过牌。我觉得这个角色最爽的就是他的过牌很多。我喜欢玩猎人，其实也有这点原因，他可以过牌，然后过牌过着过着就发现自己无限了，然后就可以把敌人杀掉。打张边打再过牌吧。14点血也是不用防啊。
我现在想的是，如果能把那张吊杀摸出来，他应该就死了。对，感觉拿到吊杀之后，我们的伤害也是直线上升了。之后就可以考虑，商店删牌，新鞭打，唤起，吊杀。OK，感觉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了。这些怪它会孵出小怪，以前我是不会打的，因为我会觉得他也扛不住第二轮的，我就觉得他会被我直接打死。但是这一把试一下，继续过牌啊！如果哎呦没摸到新的过牌了，那么我们这一回合直接出击也没有，那我们的重压其实应该是打不出去的啊。那我们就唤起，剥夺，护一下，让我们的奥提斯不要死。因为看到他已经孵化出来了，每一个都打4，其实也就还好。4、3、4、12，12加7，19，19。那其实这一回合也不用防，因为他按理说是死了的。对，你看一张牌打80，这个死亡之门其实以前我见到是一定会拿的，因为后面我会拿一张牌是给灾厄的时候，给我自己灾厄，并且多2费。不过这个也可以拿，因为我现在可以给别人灾厄。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牌是需要升的，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开始挖宝就好了。那我们挖宝吧。这个其实在难度高一点的关卡里比较好用，在我们这里其实是没有那么厉害，因为我们不一定会血量掉下去。新删牌吧，还是秉持着一贯的原则，删牌大于天。降临这张牌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它到最后把我们不需要的这张牌全部变成灵魂消耗掉之后，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无限起来了。但现在我们目前缺少的就是加费啊，边打这个过牌很关键呀啊，像这种其实就相当于免费帮他们删牌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那么5张牌加入牌子回血没有用啊。那么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扔出去，省得又伏笔了。22血，我们吃个药吧，不想掉太多的血，但是也没有我们需要的。这张牌拿到之后，它就会这一整局一直在我们手里，我其实是不喜欢它的。那么我们拿一张鬼火吧，把手上的这些牌多打一打，也是能不掉血的。OK， OK， 我们还是秉持着新过牌原则，好吧？然后这张出击其实我是想打的，因为出击打了重压就能免费打出去。不过不着急，额外获得2次格挡，那的意思是，我这个时候其实一张这个就已经防住了啊。那我鬼火一手，然后这个一挡，然后打他的这一费我们可以拿到啊。对，没有说这个活力火花这个怪呢，每回合只要我们攻击他一下，就会多拿1费，所以我们可以在出击重压，在下回合多2费，然后把这张牌没有用烧掉。OK，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新过牌啊。然后这张牌我是每次喜欢看一看有没有打击防御，有，我们就把它变了，因为这些牌其实我们是不需要的，它非常影响我们。然后我们继续过牌，其实我感觉这一回合只要抽到吊杀就能杀他了，因为我们是可以把吊杀拿回来的。3927，那我感觉我们的奥提斯是要死了呀，这能拿8甲。如果开这个的话是加12血，
12血再加7甲，那好像就死不掉了吧？对对对，没有计算错误啊。OK，那我们还是先过牌，唤起。唤起这张牌，感觉有的时候会有点卡手啊。把防御啥的删一删。OK，那我们也是没过牌了，没过牌了。有吊杀，大家看到一下就快给他打死了，然后就结束了。所以这把我们其实就可以靠吊杀来打伤害。这些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拿过，这次也不拿了吧，省得到时候过不去关了。那么这一块我其实有点考虑想去打一下这个精英了，因为可以过一个商店，可以再多删牌。哎，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张牌，租借时间，它会给自己3声灾厄，但是你能拿2费，这是需要无限的非常关键的牌啊。那么我们再去删牌，我估计这把我们也是可以打出来无限了啊。那我们就打 BOSS 吧，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强，还是防腐笔先把它扔掉。这个时候违逆打一下吧，14点血，护卫唤起。第一手我们也是没有抓到什么可以攻击的牌啊，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打了。这张牌见到就打，因为虽然给自身灾厄，但说实话灾厄也不会叠太多了。OK， 灵魂，看一下牌库，我们把多的一张删掉，只要把该删的牌都消耗掉，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达成无限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打我们血了，我们考虑攻击了。剥夺有必要打吗？剥夺就不打了吧。剥夺反正也只是我们用来前期过渡的牌啊。那出击打上，这个唤起，挽个 OK， 再看看。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需要去变的牌了哦。这个晕眩其实是可以变的。OK， 灾厄，租赁时间，灵魂，灵魂，灵魂，再租，灵魂。OK， 出击啊！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死了。OK， 那就结束吧。反正他这回也不攻击，就结束好了。哦，还解锁了一个历史节点。历史节点其实就相当于是解锁了个什么成就啊？它可以帮我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解锁一些东西。当然，不过得这一把是要打完的。那么开局降临，开局拿到降临，其实我觉得比较好啊。唤起，粉种爆射，再换。这张牌就让它烧掉吧，不想打了。啊，他第一回合会给自己加5点经济，所以这回合我尽量不动他。不过还是得先过牌。鬼火，鞭打，防一手，唤起。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打他是无所谓了。粉种暴射，我们租赁时间，吊杀，护卫，出击重压。这个我不想把它弄掉，所以我直接交挽歌吧。哦，那张牌不用，那张牌它也是虚无，把这事给忘了。不过这个回合我们也不需要什么了。租赁时间，灾厄，为什么不给我吊杀？我感觉拿到吊杀他就死了，没拿到，可惜。那么我们粉种爆射一下，把这张过牌拿回来，然后他能过2张牌，我们出击一下，死了，没有计算他的那个血量。这张牌我觉得是见一次拿一次。那么这次我们就不挖了，我们把这张牌升级一下，因为它给2费，更方便我们去无限。OK， 我们直接降临，防御一弄，然后呀，一开始这牌摸得很差呀，用一张技能牌吧，少掉点血。
我尽量拿消耗牌吧，那就腐败好了。我不想让自己损失力量，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损失力量，奥提斯打人会不会痛，但是吊杀肯定会被影响吧，我是这么想的。OK，那我们就直接防御加吊杀，扔一个吧。这东西留着也是留着啊。这个怪的机制就是你最好面对着它，因为你背对的话，它会打你伤害会很高。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那个啥的。吊杀，租赁时间，灵魂，再灵魂，分众爆射摸出来了。那我们直接鞭打，租赁时间，出击8滴血，我们要直接出击，护卫一下，出击加重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没有过牌了，那我们该防的防一手吧。唤起，这让它烧掉吧。焚重爆射，再拿回来再多打一张防御和一个剥夺好一点吧，多塞一张灵魂，多一点过牌嘛。OK， 这回合我们又要打左边了，那我们灵魂就不那个啥了。我们，但是这张牌不打的话，它会没掉，所以我最好还是打一下。吊杀一打，防御一打，鬼火一开，挽歌，非常好。每次看着这个手越来越大，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啊。OK， 继续吊杀，租赁时间，焚种爆射，继续吊杀，然后把我们的这张防御牌变了，继续灵魂。如果能摸到吊杀的话就会很好，他就会直接死掉。哦，可惜。然后也没摸到加费的牌，那么我们这一回合防一手吧。OK， 还是先降临，然后租赁时间，吊杀，鞭打。这回合摸的牌就很烂了，那我们就直接挽个。感觉我们的牌还是有点多了啊，如果牌再少一点的话，其实能无限起来的话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防，我也不会挨打了，所以我就先不防了，尽量把能打的牌往外打一打。挽歌得留着。那这张牌我们暂时就让它爆掉好了，我们就直接吊杀这个，再加吊杀，然后就结束战斗。他打完我们会死。OK， 哦，重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以让我们的那张唤醒挽歌，说错了，可以让我们的挽歌一下打2次。吹哨3费不要，变4药不要。每当你击败一名精英敌人，随机升4张牌，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啊。刚好我们在篝火需要挖遗物，然后他又能帮我们升级，我觉得非常不错。那这一把我们看看精英那边多，这边的话只能打2只，这1、2、3能打3只，3只这还有火。如果走这边的话，也是3只，也是有火，但这边商店感觉是都一样了，那就走这边吧，不想思考那么多了。租借时间啊，这一回合摸到的牌很烂，那估计是要挨打了。那既然没摸到那个牌，那我们就重构唤醒好了。
反正这个小怪压力也不大。OK，我们降临防御，然后开始过牌。只要开始过上牌，我基本上觉得这个牌就已经过不完了。刚说完，我不应该拿这个回费的，我应该拿那个，我应该拿那个过牌好一点啊。空流4费没处用。不过大家应该也是能理解的，毕竟我也就是一个普通博主啊，实况博主。OK，继续。其实这把的糊的程度已经远超我的预期了。OK，这些都不要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太拿牌了，我们只需要，哎呦，铲子不想给他，给你药水吧。啊，金刚术，一点力的这个遗物其实蛮喜欢的，我比较喜欢这种就简单一点的，你提供一点力量或者一点敏捷之类的，我都会很喜欢。那么这一波牌拿的那也只能唤醒加剥夺了，过了。咔咔。OK，重压其实我是很想把它搞掉的，这个直接开吧，这一把过牌感觉满足。鞭打，这鞭打，先看这个吧，鬼火吊杀，下次打是22，能死不了。那我们还是继续过牌好了，继续过牌，然后把牌库里该删的删一删，就像这种剥夺牌没有必要留了。然后出击重压，然后让他直接被消耗掉。感觉可能还是前期的那种过渡牌拿的有点多了，可能不太需要这么多。那我们直接挽歌吧，虽然挽歌会比护卫少一点召唤啊，但是能多一张过牌，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来，降临，重压不要，吊杀，能不能不让他打出来这一刀啊？降临，加费。OK，所以我们其实后面就只需要养费，然后靠吊杀，不停的吊杀就能把他弄死了啊。要不要再买一张啊？固有和保留，固有其实就是开局我们就能拿到。感觉没有必要，开局他会把它打出来，他会进弃牌队，进弃牌队他还能拿到吗？我其实不太知道哎，不管了，删牌吧，删张防御牌，然后吊杀其实我是想要再来一张的，拿一张。哇，这么给牌，这不是有点想让我死的意思吗？那我们就开一张这个吧，他不仁也不能怪我不义了，潦几潦草。OK，然后把这些不需要的牌过一过。我们最好先杀这个幽灵骑士啊，因为他给我们下的 buff 会让我们的牌全部变成虚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打，它就没了。所以，我们尽量是先杀他。那我把牌打一打，尽量让过牌不要太伏笔啊。OK，他死了其实就安全很多。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杀这个魔法骑士，他会把我们牌的升级全部给搞掉。但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升级牌了。这回合我们就不交挽歌了吧？我们先把
这张牌给划走，然后我们直接交个防御。OK。哦，他这回合就要给我们下 buff 了，但是他估计是活不过这回合了。降临继续删，因为我们的吊杀真的是非常多啊，我们这回合直接把他吊杀死。OK， 他是死了。只要他一死，他给我们上的 buff 就会消失啊，所以这个 buff 问题不大。又鬼抽了，我们的那个挽歌其实该开是要开的，因为如果不开的话，我们的费会不够用。也不是说费会不用，是过牌不会用，说错了。那这回合我们开一下吧，要不然我们要掉血了。其实按理说我们也是马上就要无限的了。粉种爆射挽歌，把出击不要了吧？我们现在就靠吊杀来输出就好了。挽歌，然后我们过牌，把那张加费再拿回来。那这张鞭打我们本场战斗也就不要了。OK， 就按照我们刚才的路线走吧。这两个怪物，一个会偷你的敏捷，一个会偷你的力量，所以也是最好能杀掉就先赶紧杀掉。但这把的牌磨得很烂。能吊杀还是主要靠吊杀吧。但其实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主要靠挽歌的话，不用这么多吊杀，我光靠出击就能把他们打死了。不过问题不大啊。他也是死了，但是我不想让他打我这一刀。我没有过牌了，那我拿一张鞭打好了。鞭打降临，重压不要了，没有用，继续过牌。其实我有这个玩意，我是不需要打防了。我不需要打防了，我吊杀一下吧。OK， 吊杀，摸吊杀，租借一下时间把他打死。OK， 我们需要第二张吗？我们可以拿张纠缠啊。纠缠你拿的时候，他每次打灵魂也会打别人血。我多去一个商店吧。啊，删不够牌了，这是我的失误啊。那这个商店算是白来了，不过问题不大，相当于少去了一个，又忘了，相当于少去了一个问号嘛，影响不大。它这个人工制品就是可以防2次 debuff， 25我们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直接换起吧。对，我们的吊杀也其实相当于加个 debuff， 它相当于挡了一次。OK， 我们就是还是处于能过牌就过牌的状态吧。然后有吊杀就打吊杀，然后要捡牌就捡牌。换起不要了。鬼火一开，吊杀，出击，挽个。这4张牌如果能洗到牌堆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那张牌去把它变成灵魂了。
但是好像我们有掉杀的话，会非常的简单。OK， 继续挖一窝，再打一个精英。OK， 我们直接开局降临，就开始删牌，然后过牌加费灵魂。其实我们只要手气好一点的话，开局就已经可以差不多的准备好启动了。那我们这个也扔一下，差点又忘了我们的那个石化删除了。那么还是老样子，有掉杀就用，然后掉杀，因为我的灵魂应该是蛮多的，不会陷入那种没有牌打的地步。实在没牌打了，我们就直接挽歌，费也不浪费。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那个重构经常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打在我们想让他打的那个牌上面，不过问题不大。哦，早知道我不打这张牌了，他直接死了。不过还是那句话，问题不大，因为我们其实这把已经无敌了。灵魂，牌还是删的不够干净，这一波就可以看出来了啊。直接出击，再加挽歌把他弄死吧。这张碎骨就不打了，这张碎骨是，哦，这个凡人机关盒给我加进来的，确实是够烦人啊。把他杀掉。哎，这个碎骨真的是很污染人的牌库啊。但是这一回合不打了吧？打了我会掉血。既然追求完美，那就完美一点。我们拿一张掉杀好了，已经无所谓了啊，已经无所谓了。这个小怪下一回合就死了，直接出击，不要这些牌了。然后进来也没有什么可升级的，这两张就不升了啊。小发，开心小发我很喜欢，这直接扔了。这张保留手牌的牌也没有使用的地方，打出虚无牌，这张牌到时候也给他弄了。灵魂，灵魂，灵魂，哎呦，打完了你才来啊？那我们就重构一个换气，因为那个玩意儿升级了之后，它已经不是消耗牌了，我们可以随便现在重构一下。这个玩意儿会让我们前3张牌这回合只能打一次，你打了一个，其他的就不能打了，也是比较烦人的地方。不过还是那句话，问题不大，因为我们有无敌的掉杀，根本不需要打太多的牌。重构能给他掉杀吗？能，但是如果打了的话，452啊，没事。感觉这把的牌属于那种拆2轮都能赢的那种牌啊。但这回合一般，直接挽歌吧。下一回合估计他基本上也就是要死掉了。唯一不爽的就是他给我加的那张牌很烂啊。OK 啊，也是轻松拿下战斗啊。然后我们爬上塔顶之后呢，我们就会去打一下建筑师，然后他会把我们秒掉。
每一次都是这样，也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剧情，就像塔一它后续又多了个心脏一样啊。OK，那我们这一次的爬塔之旅也是成功的通关了啊，并且解锁了2个新的成就。这个成就给我们解锁了3张牌，不过这几张牌我感觉用处也不大。那么这个成就会解锁什么呀？啊，同样的感觉问题也不大啊，这些都是虚无的牌才需要用到的啊。OK，那我们这次的爬塔之旅呢也是非常爽的就结束了啊。那么喜欢我的视频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订阅支持一下。那么如果有推荐的视频，也是希望能在我的评论区下面给我多多评论，也希望大家能对我的视频的风格呀之类的去进行一个指导吧。那么就这样，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